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上一集我们做了水域三文鱼，很多人都在问水域牛排的做法。这一集我们继续用电饭锅做牛排。买来几块牛排，分别用多功能电饭锅、简易电饭锅和水域棒来做，对比一下效果。这是在肉店买的2寸厚干式熟成处理最优级别的纽约客牛排。盐可以多放一点，后面制作过程中的盐会流失。再来一点黑胡椒，装到塑料袋里。这2块我们用多功能电饭锅来做，先烧水，水温到达55摄氏度，倒入电饭锅，放入牛排，封口，留一个手指宽的气孔出气。用筷子把牛排压在水里，最后封口。55到57摄氏度之间呢是3分熟，我的目标呢是把水的温度控制在57摄氏度。开电饭锅的保温功能，保温2个小时。这个电饭锅的保温效果比较好，开保温功能的时候呢，它的温度是上升的。你在1个小时和1个半小时的时候呢，检查一下它的温度，确保它不要上升太快就行。如果温度上升太快，要打开盖子或者放入冰块降温。我的电锅1个小时之后的温度是49摄氏度，1个半小时的时候呢是53摄氏度。2个小时后水域加热结束的时候呢，温度刚刚好是57摄氏度。其实你看我除了监测温度以外呢，什么都没有做。下一次做的时候呢，你就不需要检查温度了，你心里有数，直接定2个小时就好。水域之后呢，牛排变成了灰棕色，你不要嫌弃它的颜色难看，等我处理一下，颜色会非常漂亮。擦干表面水分，四周也擦一下。开大火，先把铸铁锅烧热，倒入油，转中大火，放入牛排，不急着动它，煎1分钟后翻面。你看它的表面变成了焦黄色，侧面煎半分钟，有油脂的一边煎焦一点，转中火放入蒜、黄油和百里香，迷迭香也可以，然后把融化的黄油泼在牛排上，增加它的香味。每面煎半分钟到1分钟。低温水域有一个最大的优点，就是它把厨师的经验量化了，转换成了普通人都可以控制的温度和时间。哪怕你1次都没有煎过牛排，只要你可以准确的控制温度和时间，就可以做出来肉质嫩滑、味美多汁的完美牛排。出锅的时候，牛排是焦红色的，非常诱人。水域牛排不需要等，煎好直接可以开吃。你看啊，内部是坨坨的粉红色，软嫩多汁，肉香浓郁，而且是越嚼越香。电饭锅完全可以用来做水域牛排，如果你设置好起始温度，直接定时2个小时，不算麻烦。下面2块牛排用简易的电锅来做，这个电锅的价格大概是前面那个的1/10。它们2个最大的一个区别是盖子，你看这个简易的玻璃盖子，它的保温功能你可想而知。开启保温功能的时候呢，它的温度是在下降的。这2块是在普通超市买的1.5寸厚 3A 级别的纽约客牛排，虽然比前面第1个级别，但是油花分布更均匀一些，而且价格只有前面的1半。先用加热功能烧水，水温到达57摄氏度放入牛排。同样，我们的目标温度是57摄氏度，时间是2个小时。盖一条厚一点毛巾，帮助保温。开电饭锅的保温功能，你每半个小时检查一下温度，然后打开加热功能，把温度升高到58或者59摄氏度左右，再转到保温功能，让它慢慢降到理想的温度。2个小时水域结束的时候呢，水温是56.9摄氏度，差了0.1度，0.1算是允许的误差吧。
跟前面牛排水浴后的颜色一模一样，都比较难看。擦干表面，同样的煎法，热锅热油，每面煎1分钟。放入蒜、黄油和百里香，然后把热油泼在牛排上，每面再煎半分钟到1分钟。每当牛排煎到这个时候，颜色都特别的好看，也就是你出锅开吃的时刻。切开，完全一致的粉红色都不必说，你看它的横切面，满满的油花，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吃到嘴里的味道。虽然这块牛排等级低一点，虽然价格更便宜一些，虽然用的是简易电饭锅，但是味道上绝对不输给上一块。当你没有其他设备的时候呢，你完全可以用这个电锅，但是需要多一些的手动控制温度。不过对于吃货来说，控制一点温度不算什么，你只需要闭着眼睛再想象一下它的味道。最后2块牛排是2寸厚的肉眼牛排，算是肥肉很多的一种牛排了。等一会儿煎过之后呢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人特别喜欢吃肉眼牛排了。水浴棒温度设定在57摄氏度，放入牛排。定时2个小时，毋庸置疑，水浴棒是操作最简单、温度最准确的。但是水浴牛排你并不需要它的温度精确到 0.1 摄氏度，牛排的熟度呢都是在一个温度范围以内的，你完全可以利用电饭锅达到这个温度范围。又见灰棕色，上锅煎。肉眼牛排啊有很多大块的肥肉，热油煎过之后呢，肥肉的外面就变成了油酥，吃起来特别的香。而且肉眼牛排里有一条薄薄的筋，油煎之后呢，非常有嚼劲儿。油酥、肥肉、一点牛筋和软嫩的牛肉一起吃到嘴里，那个味道的丰富，你可想而知。对于厚一点的牛排，水浴低温方法比直接煎要更入味一些。毕竟呢，它在盐水里加热了2个小时。又见粉红色，没有悬念。如果你只是偶尔吃水浴牛排，用电饭锅做就可以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打算经常吃，或者想尝试更多的水浴食物，你可以买一个水浴棒，会使你的生活变得更简单。希望2021是简单、正常、平安的一年，祝各位新年快乐！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集再见。